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18.47，收盘价是108.1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118.80。最低价是104.6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.314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46 倍，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的反转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又在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，然后出现向下转折的位置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一根 K 线，说明股价的反弹结束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并且呢，在当日是有新低的出现，在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通常，这是继续下跌的信号 K 线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当日的 K 线是含有长下影线的。那也有可能是股价跌深之后是有多方的力量拉抬股价，然后呢，在当日又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，那说明多方的力量进场之后可能在日后会出现反弹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一个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 133.5 附近。它的条件是股价在当日是不能低于124的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开盘是一个低开盘，也就是在开盘之后，这个第一个可能就被排除了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收在112附近。对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的股价不能高于124。所以说，对，这是第二个可能，叫收在112。那实际在1月3日呢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 108.10， 在当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下跌收盘在112，不仅和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大，其本质也是不同的。那我们预测的收盘价是不跌破前低，对，是在112，而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对，收在 108.10。所以就这单一的指标来说股价是会继续下行的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对于1月4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 104.14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说
104.64，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标志。那这个标志和当日的这个线形啊结合起来，也就是含长长下影线的一个长红实体 K 线。那一旦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样一个线形的最低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。所以这个104.64这个前低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。那如果这个点位被跌破，说开启了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呢，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93.5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93.5这个位置。好，93.5我们来说明一下，它是年 K 线图当中的时均值。我们来看一下年 K 线图。好，在年 K 线图我们会看到，在这个地方新生成的时均值，在屏幕的上方是93.465，也就是说，接下来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测试这个时均值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那股价一旦跌破前低，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，目标一定是93.5。好，那在到达93.5之前啊，我们说上面这还有一个水平线，也就是100关口。那100关口呢，将是股价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的目标。那股价上行的目标，它一定是要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13到116之间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到116。对，这是股价上行，如果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将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如果站上5日均线值，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19到122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122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下颜色。好的，那一旦股价说能够再站上10日均线值呢，那还有一个标志位，也就是说2022年12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24.48附近。对，那股价如果说反弹能够站上这根之前的3根反弹的 K 线的最高，那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反弹，否则在到达124.48之前啊，股价都有可能遇压而转折继续向下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呢也下移到124.48。好，好，这样一来我们会清晰的看到股价在下行和上行所要遇到的一些点位。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1月4日来讲，我们要在盘中特别关注一个点，我们还要加一条线，在113这个位置。好，113我们来解释一下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把这条线变成红色线，作为日内的盘中的一个观察。那它是这个前一日 K 线实体部分50%的一个成本线，所以说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能站上113。我们说如果股价能站上113啊，后续如果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跌破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在前低之上和前高之下，或者说是124之下
出现横盘，但是说如果股价不能够在1月4日不能站上113呢，或者说是再有新低的出现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。所以在盘中我们特别关注113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在上方我们说在113、116，然后是122和124.5，我们说这4条水平线，股价反弹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在这4个地方遇压而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13到116之间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区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区间是在119到100，我们可以一直说到124，对。那这是包括10日均线值和12月30日的最高，对，这是第二个压力区间。然后呢，再向上，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再给出一个，也就是12月23日的最高是在128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然后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就是前低104.64。第二个支撑是100关口，第三个支撑是93.5，是年 K 线图当中的10均值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。那向上呢，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那我们判断出现反弹的可能的理由呢，是基于这是一个含有下影线的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有可能会促使股价后续会出现一个反弹。对，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判断的。那如果是出现反弹呢，股价将会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07，然后呢，最高会到达，有可能会到达121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17附近，对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是不可以低于107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会出现反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跌。那判断继续下跌的理由呢，同样是出现这样一个线形，这样一根 K 线。收盘价跌破前低，抱有大量。那如果说股价继续下行而跌破前低，那会开启这个叫做新的一轮的下行走势。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呢，很有可能会促使股价下行。那股价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会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1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98，收盘会收在99.5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说跌破前低和100关口。那出现这样一个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是不可以高过113的。那满足了这样的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行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